这是我能找到最好的清创药了，你给他敷上，一时半会儿死不了。想把我押进囚车，送到京城，让皇帝老儿在午门之上亲眼看着我人头落地。若非这样，皇帝老儿一生气，你们的乌纱帽就不保了。李成，你对我的误会太深了。埋在城下的那些投诚的兄弟，都是信了你的话才出去的。461条人命，我记着。若有报应，我不妥。但是我承诺白老先生的，我一定要做到。白一梅，我必须要护她的周全。好了，谷大哥，你是老大人，我是小平民，我的命不用你管，我哪儿也不去。我的意思是，我要你们2个人都活着。我是安徽守将，救我！你有几个脑袋让人看？南京城已被攻破，6月16，城墙崩塌，9门陷落，10日烧杀抢掠，如今的南京城里生灵涂炭，惨不忍睹。你们王爷王妃的梦该醒一醒了。从今往后，你们要为自己而活。就算阎王爷现在要把你们的命勾了去，我也会想尽办法把他往回拉。只要你们别自断生机，保重。他的话你信吗？跟他走吧。你放！带着我谁也逃不了。跟他走吧。我要跟他去。当初为何要跑出来？我们死都要死在一起。姓李的，你做不了我的主，谁也不能。孩子呢？孩子做得了你的主吗？你腹中有喜，为何不告诉我？答应我，一定要让这个孩子活着。他活着，就是我活着。我不走，我们一起活下去。你好好养伤，我们都会好的，我们都会活下去的。就像你说的一样，天上的老爷子，他会帮我们的。我们做什么事情，他都会原谅我们的。啊！不要做徒劳的事情了。给我疼友们。难道你要剩我一个人？
这个世上吗？李成，听说你立功了，没来得及恭喜呢。你难道不该给我个解释吗？我要解释什么？4败投诚的战俘不是我杀的，我不知情。你要是不信我，你动手啊！我若不信，你现在还能活着？李成那边，我去劝过了，他现在一心求死，我劝不动。你不是聪明人吗？劝人你不会吗？当这个安抚使之前，我以为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，可以去改变一些事情。等当了这个官之后，我才发现，除了随波逐流，无力改变任何事。所谓历史，不过是一本皇帝的家谱，实在可笑。你倒是开悟了，是打算回去种茶，还是剃度为僧啊？我哪儿都不会去。既然我现在已经被卷到这件事情里来了，我就一定要护李成夫妇他们的周全。我需要你的帮助。你说，近日我一直在看朝廷的朝报，就像做生意，好歹我得了解行情。在那些朝廷的官那儿，李成他们就好像货物一般，待价而沽，可以交到老佛爷那儿换顶帽子，也可以招致自己的麾下扩充实力，在这乱世当中，可能会赚得更大的功名。但是这批货物在手中囤不了太久，他们跟我说不会滥杀无辜，我信不过他们，所以我留下来。你不信？我当然不信。名利，名利，名在前而利在后。什么读书人有良心，那是因为官做的还不够大。真的到了可以拿命去换顶子的那一天，又有谁会在乎自己曾经说过什么？为了全城的百姓，为了整个合肥城的安危，我现在必须要有一个更有实力的人出来帮我。我已经没本钱了，我要一个更有本钱的人，在背后为我撑腰。你说找谁？听说过九山，两江总督旗下的第一猛将。据我所知，他兵力雄厚，冠绝天下。他就是我心中那个有本钱的人。只是像此等英雄人物，怕是连你也接触不上吧？你这是激将法。老九欠我个人情，我若见他，就是给他脸了。我想送你点礼物，我想来想去不知道送什么，我就送我那素昧平生的白姐姐一点礼物。那也不用。你新婚的时候，我怕我赶不上，早点送了，心里干净。但我琢磨着，这白姐姐有了你，这世上也就不再缺什么了，何须我再送？
你拿着，你平安，就是我给他最好的礼物。这是王爷送你的，我不能要。我拿着有什么用？我爹入监，我也差点死掉，难道还能来救我？倒是你留着，偶尔想起格格这2个字，就当个乐子，我就不留了。接下来还要跟着四爷跑马帮。当然了，我们江湖儿女江湖老。那你一路保重。去。顾大哥，这一年我也读了些书。我跟爹从小四海漂泊，独不会说读书人的话。那也无妨。仗义每都图狗辈，不幸都是读书人。那是负心人的错，跟书没关系。我看书上写，读书人送行的时候都要写诗互赠。我背几句今早读到的诗来送你。风雨如晦，鸡鸣不已。既见君子，云虎不喜。顾大哥，保重。在。情至30袖口红，寒云沉江，打马回家乡。你是官差还是兵？我是犯人。你是好人，老天爷保佑你，一定能查清楚，不会不明不白就被冤枉一辈子的。我若求求你爹，让他收我为徒，教我做生意。他若不教你，我可以教你的。顾大哥，我们俩的命是长在一起的。任凭悄然梨花也是知，紧扣相望，银河满西窗。
娘。娘。娘，我是老大，您儿子回来了。娘，老大，是你吗？老大回来了，你是我大儿子，老大，老天有眼呐，让我们娘俩活着还能见面。老大，让娘看看你，老大，我眼睛都快哭瞎了呀，老大。哎呦，终于盼到你回来了！搞了8辈子没了，什么世道？欺负的都是老百姓。老二，长个了，不认识人了，起来。哥。 还知道叫哥，下死手啊你！你终于回来了！这么多年，我们以为你死了，那所有活都是我一个人干的。娘这眼睛啊，就是老哭，哭的太多了。你这一回来，肯定一天比一天好。哎呀，我记得你刚被抓走的时候啊，老能看见娘在哭。那时候白先生偶尔过来跟娘说说话，后来他腿脚也不好，也不怎么来了。我呢，还得下地干农活。 家里老是没人陪着娘，我又不是小孩子，我为什么要人陪啊？就算我眼睛全瞎了，我还能纺线。哎，这是，你别看娘眼睛不好，那手纺出来的那线，那又细又精，那小姑娘都纺不出来。那白先生呢？除了腿脚不好，还有哪儿不好啊？腿脚不好，脾气也不好，老骂人。 老骂我，明天我带你去看看他啊！不过我可不进去啊，省得又被他骂。
他脾气不好，爱骂人，又不是只有今天。就记得小的时候啊，书一背不上来，就给他打手心，打得我2个手心都肿了。如果非要说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呢，是我一见到就腿软的，那就一定是白先生。你那算好的了，我当年手被打，耳朵拧的都成佛爷了。谁让你不好好背书啊？你要像我似的，书背得好，还能留在他家吃饭呢。我要是有个白小姐伴我读书，我背的比你好。那一梅怎么样了？是不是已经嫁人了？没有。我知道，这些年让她一直这么等着我，苦了她了。这样，明日一早我就去见白先生，给他当面赔罪。不管他是打我一顿也好，骂我一顿也好，总归我落个心里踏实。哎，对了，我一路回来的时候，看到一些茶园的茶苗给烧焦了，发生什么了？跟他说吧，不然你哥饭也吃不下，觉也睡不好。上个月，官兵在这打了一仗，茶园就给烧了，祁门那边也被围了。白小姐被南门军队抓走了。啊！整个村里，除了小女孩、老太太，能干活的女的全都给抓走了。说是什么照顾伤兵、洗衣服，10天就给放回来。可现在都1个月了。哎，这几天村里还说推举一个人去找他们要人，可进不去啊，到门口让人轰出来了。他们的刀枪剑戟、斧钺钩叉的，我们就肉脑袋往上撞啊。你可知道是哪边的军队？据说是从广西打过来的义军，他们那带头的将军姓李，可厉害了，还说要攻打合肥城呢。那咱们村里打算何时去要人？这不和你说了吗？进不去营门，谁敢硬闯啊？没种。一没被抓，那白先生岂不？老大，你明天去看看他吧。这些年都是老二给他们家送柴担水，因为生死难料，想必白先生也同我一般。娘，不想了，咱们好好吃饭。既然我这次回来了，我就不会再离开那么久。这场仗总有一天会打完的，我估计不会太久。等战争一结束，我跟老二把茶园收拾一下，我们继续卖我们的茶叶，好好的做生意，好好的生活。娘啊，别想太多，保重您的身体，咱们好日子在后头呢，别闹兵闹灾。